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期科技烂的节目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重温一下我们的甲骨文语音。有些小伙伴的留言说，我们甲骨文语音该如何保号保活？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。我这3年来总结了一些经验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。我先回溯一下我做甲骨文的一个历史。第一个接触到的云服务器厂商 VPS 厂商其实就是甲骨文云啊。当时拿外币信用卡去注册的甲骨文云的账号是在2021年的12月初注册的。这一期节目是我频道转型的一个节目，就是开始接触到了云服务器。之前的频道调性是做软件介绍、做网站介绍、做很基础的这种东西。那甲骨文云接触后，我就基本上就在这个圈子里出各类的视频。当初是如何去用宝塔搭建网站反带，后来的话随着 AI 的一个发展，就开始搞自己的东西了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线。所以那段时间甲骨文云一直围绕着频道的主调性。第一次注册了一个日本的东京，第二次注册了一个美国的圣何塞啊，至今还在啊。第三个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，就开始记录我使用甲骨文云1个月的情况、60天的情况、半年的情况，以及我们封号的一个情况，又封号再恢复的一个情况。澳大利亚也登不上去了，我以为也封号了，后来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号又能使用了。种种的一些经历，还有在我们甲骨文云上如何去滴滴脚本。那当时我们都是用的大佬的一键脚本，现在已经集成在我的工具箱里面了啊，所以就非常方便。还有我们滴滴 Windows 啊，拿 AMD 当时还没有 ARM 的那个镜像啊，大佬还没做。经常有小伙伴说连不上 SSH，那大家就去查原因，可以查到的就是进站出站啊，包括你的防火墙设置啊，这些啊都会影响你 SSH 连接不上的这种情况。还有帮助大家如何更好的去注册啊，如何选区域等等，这些我们都在往期的节目都跟大家分享了。今天的话，那我们这样玩，今天我说几个点吧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，不一定按照我这几个点来去照着你自己的方式做，因为我这么多甲骨文云现在没有一个封号的。美国的圣何塞、澳大利亚的墨尔本，还有印度的一个账号、新加坡的一个账号，还有英国的一个账号，只有日本的那个账号是在3年前就已经被封了。账号1个月以后就被封了，那个是在家里注册的，后头的基本上都是在公司注册的，这是一个特点，只有那一个是在手机上注册的，就是你填写的信息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。保号脚本有没有用啊？保号脚本我个人是不用的 ，OK， 你就知道有没有用了。而且我没有被封号嘛，就佐证了这一点，用保号脚本和不用保号脚本没什么关系。我这些账号啊有60-70吧，长期不管的，有2台机器是作为我的异地备份的机器在用的啊，一台是印度的，一台是新加坡的，其余的机器呢，就是我有事没事上去测试一下脚本会去用，但是一般来讲我都不登的啊，常年不登的。还有一台美国圣何塞的4+24的 ARM 机器是作为 Windows 的那台机器，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啊，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滴滴 Windows 11，你看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？2个多月了吧？那个机器依然是存活的。还有一点，有小伙伴说我重装系统，装非官方的有没有影响啊？会不会封号？我明确告诉大家，我所有的机器全部都是重装系统的，目前没有封号。要不要经常登录这个后台？我这边呢是不登录后台的啊，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基本上不登录，除非是这台机器上不去了，可能到后台瞄2眼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。对，还有一些点关于开小机，不要在甲骨文云机器上去开甲骨文云，你不走这种 API 的频繁调用的这种方式，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做法。如果你频繁用的话，我很担心它可能会封号的。升级的一个情况是，我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账号，比方说美国圣何塞啊、新加坡啊这些，
我都用这一期节目讲的那个升级操作去搞的，都升级了，都能开出首开 ARM， 这个是稳妥的一种做法。你要为了保号，两步验证这块呢，我建议大家还是走两步验证，不要想着跳过。两步验证的话，我这边走的是谷歌账号同步两步验证的那个动态码的。新4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在甲骨文云了，所以你要说我有没有日常 ABC， 我基本上不 ABC 啊，不会出现 ABC， 因为我经常不会注册啊，除非说你是甲骨文云啊，这边你可以获利啊，你可以什么倒卖账号，你们这些人啊可以去搞这个日常 ABC 作为一个梗，但是我一般来讲现在都不怎么碰了。玄学嘛，它还是玄学啊，它依旧是玄学。升级号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，说你不要超免费额度。熟知的免费额度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4+24的 ARM 机器，你可以拆开4份做成1+6的啊，这种你也可以拆2份做成2+12的这种配置。4+24，那就是你这一个账号里头只能有一台4+24，那你这个账号可以拆多台机器。那我个人觉得你稳妥一点，你可能2个 ARM 配平应该是会更优一点的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呢也不会那么追求这种性能，除非你想做这种 Windows 小机啊去这么搞。AMD 我建议能开的尽量开，因为 AMD 还是很难开的。AMD 可以占一个 IP 啊，你账号里多几个小机，我觉得是有优势的。如果你某一个小机挂了，你还能去救援之类的。硬盘的话，免费额度200个 G， 就是说你平分在4台机器就已经饱和了，因为它最小开47个 G， 你一个账号里头4台机器就把这个硬盘的容量瓜分光了。只要不超200个 G，这边都是免费的，即使你升级了账号，它依旧是免费的。账号呢，我建议大家就别搞那些骚操作，类似于易用啊，或者说你不用其实都没关系。它之前7天的那个闲置怎么就收回，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那我那么多机器闲置呢，对不对？反倒来说你易用啊，一跑几十个 T 流量，我还个人感觉还是有一定风险。欢迎有补充的，因为这块我已经接触的比较少了，就能跟大家分享的点可能还停留在我3年前的一个认知，这方面其实没什么太大进步了。今天的话就干讲啊，也不给大家放什么切镜头啊，什么调整啊，因为没有什么操作层面上的视频啊，只是干分享一些如何保号的一个技巧吧。有点干，欢迎大家收看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